中国女子草量级再出一员猛将，正所谓拳看张伟丽，腿看实名。佩戴黑框眼镜的她彬彬有礼，仿佛一个涉世未深的实习医生。其实我还是一名职业医师，每天早上我会在医院工作。然而摘掉眼镜之后的她，又仿佛八角笼中的杀神，腿如寒戟，将对手斩于马下。她就是中医13妹石明，此次的 UFC 深圳站女子草量级冠军。她的对手冯潇灿可不是一般人，此前被大比分看好赢得这场比赛，然而在身高臂长年龄都不占优的前提下，她竟在第3回合一脚封喉。这一脚不仅获得了 UFC 的签约合同，更是拿到了 UFC 总裁白大拿颁发的5万美元奖金花红，真可谓是出道即巅峰。然而却有很多人甚至是媒体仍然质疑他，认为他的 KO 是运气使然。对此，石明赛后是这样说的：我非常的担心他，因为确实我的扫踢非常重，然后他确实在地上躺了大概可能超过10分钟，一般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希望我能成为下一个张伟丽，下一个严小南，因为UFC 的金腰带就是我的目标。他不仅人美声甜，甚至精通多国外语，由此可见成功的道路上没有偶然。而要想真正弄明白石明的腿法有多强，相信看完这场比赛你就明白了。这是一场精彩的中韩大战，韩国女拳王徐艺坛对战中国选手石明。眼前向我们缓缓走来的就是徐艺坛，作为韩国家喻户晓的女拳王，职业生涯豪取68战48胜的战绩。其实她和我们的张伟丽有一段渊源，这个我们随后再说。中医13妹石明向我们缓缓走来，在这场比赛之前，石明和很多观众朋友一样，过着朝9晚5的上班生活，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场馆进行紧张的训练，可以说她是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缩影，用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。虽然29岁的他才刚登上国际擂台，算是一个起步比较晚的选手，但就凭这份敢打敢拼的精神，我们也要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。红色全套红色战袍的就是石明，蓝色衣服蓝色全套的就是徐艺坛。打不像上一次打精英之路，这徐艺坛是整整跳了3个回合的舞。这个拳又长又快，对于石明来讲还是要打到近身，因为臂展短的选手在近身拼打的时候从目前来看，因为身高臂展的劣势，石明开局并没占到什么便宜，反观徐艺坛则是频繁出击，在控制距离后拳脚进攻，摆明了想要把优势最大化。在这里说点题外话，在徐艺坛成为韩国女拳王之后呢，虽然叫嚣过我们的张伟丽，也被我们张伟丽抢走了她的金腰带，导致她在韩国全民面前颜面尽失，但这家伙不服气，一门心思复仇，甚至追到了 UFC 精英之路当中，就是为了能打败张伟丽。而此次他赛前盈盈狂吠，说要踩着石明的脑袋快速获得冠军挑战权，显然他误以为石明是个软柿子，殊不知结结实实踢在了钢板上。你看他又有点抬头，石明这边这个近身拼打的时候下巴抬得太高是挺危险的，打击距离上总感觉稍微的短了一些，还是要拼近身，拼到近身之后连续组合勾摆重击。徐艺坛看样子想和石明厮杀一波，石明却打得很聪明，佯装迎击拳进行抱摔，给控住了，近身进入搂抱没能摔倒，但非常可惜抱摔失败了，双方再次进行站立互拼。我们看到石明的比赛有一大特点，石明明明腿法如神，但却放弃优势去和徐艺坛拼拳法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这就是很多人误解石明的一点，他的教练制定了严密的比赛战术，那就是把对手骗进内围进攻，随后用手臂找准距离，最后用腿法进行强势的 KO。 显然他战术的执行很到位。高扫爆头晃了，接下来进行砸击，搂住对手，看看进入裸脚，但这个裸脚呢，因为身位比较侧，还是进入到齐秤可以进行一波砸拳。石明的砸拳也会非常的凶悍，对方想要恢复到半防守，腿部的位置看不太到，再齐秤漂亮。石明的高边腿势大力沉，如果是普通的选手硬吃这一脚，想必早已进入甜美梦乡。反观徐艺坛地面防御出色，双腿不断上挪，试图锁住石明的腰部，看来他很快从刚才那一脚当中恢复了过来，而这也正是徐艺坛的看家本领，那就是在八角笼跑得快，挨揍能力强，总能把比赛拖到后半场再绞杀对手的原因。所以这个韩国女拳王还是有2把刷子的，石明接下来一定要小心应对。这个石明还是要想办法过腿，做一些砸拳，不要让对方太轻易的缓过来，毕竟这个回合呢才刚刚过半。当然了，石明在地面降服这方面也很强，
对方呢想往上挂腿，去做一些降服的威慑，封闭式的防守。徐艺坛一直在向拦网蠕动，尝试借助拦网力量起身，而与此同时，石明也要小心徐艺坛的小动作，小心这家伙戳眼睛、挠嘎吱窝，甚至是咬石明的耳朵。毕竟韩国选手的不讲武德众所周知。而与此同时，石明可能察觉到徐艺坛拖延时间的意图，所以快速起身，让我们看他有没有机会对着徐艺坛的屁股踢上2脚。准备做一个从天而降的重拳，绕开对方腿部的防守，踢对方，起身了。作为草量级的选手，往往身高都不是强项，而我们可以看到徐艺坛明显更高一点，但与此同时，石明的身体却比他大了2圈，尤其是粗壮的双腿更是孔武有力，所以想要战胜下盘不稳的韩国选手，那么腿法就注定是制胜绝招。场子找回来会急于前压，但现在徐艺坛拳开始越打越散了，不像刚开局那么脆了。动作慢下来了，在徐艺坛这边，但石明呢依旧是保持很不错的状态。石明目前还是以虚晃甲动作为主，毕竟对手的身高臂长太占优势，而且赛前超过80%的观众不看好石明，他们认为徐艺坛大赛经验丰富，身高臂展更是占尽优势。殊不知很多观众喜欢石明的一点，并不是他把对手3下5除2 KO 掉，而是总能在逆境中创造奇迹，在质疑声中不断成长和证明自己。假动作很多，石明前指找一找距离，看看能不能再给一下重拳。第3前手拳。回合剩下10秒，双方战况焦灼，石明想要加快节奏，或者说这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医生。可惜的是铃声响起，双方短暂休息，让我们看一下精彩回放。其实开局还在战力当中处于劣势当中，这个高草是踢得真结实。石明的一脚不是简单的鞭腿，而更像是很高的飞膝，膝盖硬生生砸在徐艺坛的额头，由此可见徐艺坛的抗击打绝对是遥遥领先的。可即使他侥幸逃过了一脚，但对大脑造成的损伤可不是轻易恢复的，所以他的教练团队也是手忙脚乱进行治疗。好的话不多说，让我们欣赏石明下一回合的精彩表现。最后一个回合会至关重要，双方2个人上来就拼拳。走。对方这个后摆啊挺重的。前直。如果说第一回合石明明显点数占优，那么这个回合就显得有些被动。石明还是要想办法踢到近身，但是要小心对方的迎击。漂亮，双手超腋下尝试抱摔。很多老铁不太了解石明，他出生在黑龙江的武术世家当中，随后在云南昆明从事中医工作，以及进行系统化的格斗训练，而且他还是昆明的摔跤冠军。反观徐艺坛的背景同样不简单，他同样擅长的是柔术，并且获得了柔术的黑带，所以从摔柔技巧来说，双方一时平分秋色，就看谁能抓到机会进行突破了。继续去往地面来带吗？但是对方似乎重心保持的还是很不错的，不好摔啊。这个位置能不能够顶得住对手持续？徐艺坛拼命抓住石明单手，不给双手超腋下抱摔的机会，石明则是不断用小腿进行勾绊，尝试通过摔柔进行地面布局。很多老铁可能对徐艺坛的实力没什么概念，虽然这家伙曾叫嚣张伟丽，并被张伟丽差点打到毁容，可他高达上百场的对战经验恐怖如斯，而且石明在国际拳坛的第1场比赛就遇此强敌，可以说他出色的表现已经惊呆了现场专业的裁判。更长的那一方，但是呢维度上看起来石明还要更大一些，所以整体应该石明会比对方稍大。好的，石明放开了对手，想要继续打战力，让我们一起期待。毕竟这个回合才进行了2分钟，有了刚才的搂抱呢，前2分钟应该是石明的。徐艺坛的摆拳啊，打击的落点很准，同时距离也非常远。徐艺坛心中非常明白，他虽然出拳很多，但命中率极低，所以不得不保存自己的体力，尝试抱摔，结果摔不动，根本摔不动，反倒被石明占据了优势，就像是老鹰抓小鸡一样，将
将他一步一步逼进拦网。之前2个回合的经验来看，一般下位的选手都不太好起身。压住在龙边，顶膝进攻。石明多次用小腿进行平勾，反观徐艺坛的防守和反摔做的同样到位。现在想要去往后倒，应该是把对方放翻。石明发力了，腰部开始强行发力了，让我们来看他能否成功。现在徐艺坛呢，就是在防守，转过身来要小心对方的反摔。哦，对方再下重心想摔，险些被石明摁住。转换。比赛数据出来了，第一回合石明36比16大比分领先，这一回合则小比分低于徐艺坛，而且教练也在边角不断提醒石明回合即将结束，进行毫无保留的输出，要占到上风。最后的10秒钟 ，Max 霍洛维时刻，哦，漂亮，去摔对方一个。哎呦，这第3回合很接近吧？比赛结束了，这第3回合不好判哦。来看，我觉得石明会更多一些。从回放中不难看出，石明在比赛中多次造成重击，创造出了很多险些终结对手的场面。即使徐艺坛的抗击打能力异于常人，但我们仍旧能看到他满脸疲态，大口喘着粗气。显然再打下去将注定难逃被终结的命运。经过3位专业裁判的现场打分宣布结果，恭喜石明。那这样的话，今天这个夜晚中国选手全员取胜。最终恭喜13妹石明取得胜利。人美声甜打得很，晚上8角笼内把对手打伤打残，白天化身老中医救死扶伤。上一个这么武德充沛的医师，恐怕就是黄飞鸿黄先生了吧？不知道老铁们对石明的比赛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，弘扬中国力量。